有朋友说宁哥，既然你还会英文 ，Of course，a little， 我就会 a little， 啊，一丢丢，因为毕竟咱是上过，我虽然没考上大学，但我毕竟也是上过学的人。有朋友说 marry me， 有病吧？你是以为我看不懂？还是你知道我能看懂，然后调戏我？我回你一句 ，get out，shut up。有朋友说 ，Can you kiss me？ Go to sleep。Go to sleep。You can have a good dream。咱们现在这个直播间一瞬间从这个游戏话题变成英语角了。你这样容易让刚才很多朋友，因为很多朋友是刚才我说在我直播间有一些8岁的朋友，他们可能这个英文这一块呢，就是可能还没有进入学校去正式去学一下什么的，所以到时候导致什么？导致咱们在这聊天已经看不懂。你们能不能我刚才已经说了，已经开启一个青少年模式了。我们尽量就是不要用英文聊太久，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也不会太多。再聊一会儿容易露怯啊。是不是？要不你们打那些英文，你们羞不羞耻？我打小姑娘了，你这脸都不看了点儿。我跟你讲，我给你截图发给你妈。你们再给我打这种就是这种不堪的这种英文，我就截图下来发给你妈。还有 Go to sleep with me， 你是想多了，你是。你妈要知道你在网上天天到晚在跟人聊这些东西，不打死你！给你，忒给你打折了都得。你在那一天到晚的，你等会儿，我给你截图发你妈。有朋友说我妈看不懂，我给她翻译成中文。我说你看看你姑娘说什么屁话，你看看你姑娘说这什么屁话，这是啊？成何体统？我可以给阿姨详细讲解。有朋友说你既然有我的联系方式，你以为这是什么好事啊？所以这个故事告诉你们朋友们，网络并非法外之地，想要找你一定能找到你啊！记住这句话，瞬间上升了，瞬间感觉这个深刻了啊，深刻了。有朋友说还有这等好事来找我。咱们追星这一块也讲究一个就是闪送呗，直接就给你追星送货上门啊，咱们就是敲你家门，你好，我是刘宇宁，我来了，追。有朋友说 My mother not at home。 我的天哪，我觉得如果是这样，你们总用这么简单的英文跟我聊天，我觉得就是有点就是侮辱我。但是如果你们用太难呢，我又看不懂。很矛盾，我现在心情很矛盾，因为你们说的很多英文太简单了，然后呢我就觉得你们在侮辱我，你们怕我看不懂，但是你们真的打了复杂的，我是还真就看不懂。啊，可以了 ，OK， 停 ，OK， Thank you。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以前做过什么，比如说我以前学厨师的嘛，然后呢学完厨师在饭店打工，就是做那种学徒工嘛，每天啥活都干。然后后来呢，因为生病了，然后呢厨师又做不了了，然后只能做一些就是在餐厅做服务员嘛，在餐厅，因为我只了解餐饮行业嘛，在餐厅给人端盘子，给人上菜，然后客人来了给人点菜，就这种行业我干了，不是说像我暑期勤工俭学，说干个1个月2个月，没有，像这样的生活我干了2、3年，就光做这个餐厅的服务员做了2、3年。包括那个我在洗浴中心也做过，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就是洗浴中心做过服务员嘛，就是那种啊，男宾2位啊，2楼请啊，女宾2楼啊，就做过这种啊。虽然我没做过这种喊话的，就是这种迎宾这种，但是我是在那个洗浴中心的餐厅也做过服务员，就是包括我也卖过衣服，做过导购，像你们到商场里卖衣服，我也做过导购，像这种每一种工作我都做了很久，对吧？那个时候其实看自己觉得就是挥舞天日，就觉得人生可能就如此了。你这一辈子你有什么梦想或者你有什么想法都没用，因为现实如此，它可以击败你，它可以让你认命，然后呢可能也会让你觉得
觉得当下很苦。但是其实对于我来说，到了今天呢，我非常感谢这些经历。不是说好听的，我只是因为我会把这些经历用在我做的每一件事上，做的歌手也好，或者做演员也好。比如说你做一个演员，你这个人你首先呢，比如说我随便说啊，可能不太准确，说你现在要是一个什么状态呢？这场戏你的状态是，你被关在一个地方3天没吃饭，你是一个什么状态？当然，人的想象是有限的，其实最厉害的就是你真实经历过，你把它拿过来，这是最厉害的。啊，我倒也没经历过3天没吃饭，但我知道饿肚子是什么感觉。我之前给大家讲过，我之前最穷的时候，就是参加完某一个比赛回来，然后呢身上身无分文，然后呢每天兜里只有1块钱，啊，就跟我爷爷要的1块钱。找到工作之后，那个月每天都是1块钱，那时候我已经20多岁了。啊，然后呢，就是中午的时候卖衣服，人都说，哎，就是换时间吃饭嘛。比如说12点了，第一波人3个人去吃饭，第二波人另外3个人去吃饭。第一波人吃完了回来说，哎，小宁你下去吃饭吧。我说好，我就下去了。吃什么？没钱吃饭，没钱吃饭。啊，那个兜里就1块钱，吃啥呀？然后呢就下楼去了，下楼去找个地方，找个角落，别让我同事看见我，我就找一个角落在那坐着。啊，坐着待着，然后看看路上的人，看，大概过个20分钟、30分钟左右，我就上楼，我就跟人说啊，我吃过了，吃完回来了啊，怎么样？啊，人多不多？就继续工作嘛。那个时期过了大概有1个月，久也不久，但那1个月基本那么过的。有朋友说，那你回家不能吃饭吗？因为那个时候我跟我爷爷一块生活，我爷爷呢在家基本是不做饭的，我大姑他们、我大爷他们就是定期给他做一些，比如说2天给他做一些菜，然后专门给我爷爷准备的一些菜。因为他们也不是不管我，只是我没有把这一面表现给他们，我让他们知道我以为我过得很好。然后呢，我爷爷的饭是我大姑他们每天给做点虾仁啊，做点什么鸡肉什么给送给我爷爷吃，然后他就吃他的，我自己吃我自己的。那个时候我也没钱吃饭，你怎么办？每天回家做一锅米饭，每天就是那种小饭锅，特别小的饭锅，能够盛个2、3碗那种的小饭锅，每天熬一锅米饭，吃橄榄菜，1天1顿饭。1天1顿饭，就回家之后弄一小锅米饭，大概能盛3碗，哐回家全吃了。这只是经历的其中之一啊，我以前也经历过很多别的事儿，但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到我今天做演员来说，我非常感谢这些经历，就是我知道一个人郁郁不得志的时候是什么状态，一个人呢特别渴望要的一个东西的是什么状态，一个人呢得到这一切的之后他是一个什么状态，就是包括就是我感谢那些以前真正活在这个社会的最底层的那个经历，而且不是1年2年，是5到10年都在那个状态当中，所以我非常感谢那一段经历。现在让我再去做演员，我有的时候就会借用之前的一些记忆来做这件事儿。如果我是一个从小生活在一个非常富有的一个家庭里，我是一个这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然后呢成名之后呢就很顺。那你现在导演跟你说你要有一个特别窘迫的一个状态，他一个郁郁不得志，你相信他也会理解，但我相信他一定没有参考，因为他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一切，他过得很顺。所以我觉得那一些对于我来说，是我反而把这种苦的东西，我觉得是我的优势。当然我是一个从来不喜欢卖惨的人，我跟你们分享这个东西，就是说你现在当下经历的这一切，可能在你未来都是收获，都是你的财富。我不想卖惨的原因，是因为我现在过得很好，现在是过得很好了。今天跟以前肯定是天差地别的一个生活状态了，但是呢，一定要忆苦才会思甜，才会珍惜当下嘛，就是这样的。但不需要卖惨，因为那个惨的时间已经过去了，熬过去了啊，所以不是卖惨啊，只是分享给你们。我也没有说过自己有多努力，我觉得不需要说。但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如果你不努力，那你肯定得不着。有朋友说我不要看照片，那我嘎块肉下来啊？啥意思啊？我说我腹肌，我拍个照片，到时候发微博。然后有朋友说我不要看照片，那你要看啥？我切块腹肌下来给送你家去，一共6块，分6人呗。就是正方方给你切一块肉放在给你家去。你以为蓝鳍金枪鱼啊？最近我看网上有那个梗，什么吃蓝鳍金枪鱼。然后什么乱七八糟的，回头我也拍个那个啊。有朋友说直播秀腹肌，
就是这样的，我可能年龄比较大了啊，我跟那些就是你们很多朋友喜欢的那些小伙心态不太一样。因为首先呢，第一我身材不好啊，身材不好，有的时候比如说剧里呢，有些剧情就需要你稍微的，就是那个少穿一点，甚至是不穿。但这问题，你说我身上有肌肉，你说特别壮的，我觉得弄一下也弄一下，我身上就是跟排骨似的。有些朋友也不喜欢吃排骨，是不是？就是，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就有点抗拒。所以等我练好了吧，练好了，当时就可能就是一部戏就光膀子演。啊，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一般有的时候让我脱一点上身，说露个这个胸，就是上面这个地方，他一般洗澡他不可能就是整个都拍嘛，他一般就是拍一个肩膀这儿到这儿。我都跟导演说，要不我穿个睡衣吧，我这个有点有伤风化，我觉得我。就是穿睡衣，就穿一件那个睡衣泡澡这件事其实也合理啊。咱从合理的角度上也合理，因为你现在你看去温泉泡澡那些，不都有些穿些泳衣吗？对吧？也不是说就是泡澡必须就是光杆子，那也不是，反正就是可以，就是我说要不穿个睡衣吧，导演说就尽量不要吧，还是清凉一点。然后呢，我就会对自己，就是我现在已经沦落到需要就是在影视剧当中卖肉给我的粉丝看了嘛，已经需要。我不喜欢这种的，我不喜欢这种感觉，我觉得我应该用这种才华去吸引他们，不应该是卖肉在里边的，我觉得不太好，我觉得难以接受。但是呢，我现在就准备健身了嘛，健完之后，我下部戏就接一个就是那种整部戏光膀子演。啊！我就是从来不穿上衣，从来不穿，就整部戏光膀子演。剧组都省服装老师了啊，没有人给我换衣服，每天穿上裤子就去了，光膀子就开始演啊。如果一整部戏都是光膀子，那就不算卖肉了，就等于你给店盘下来了，就不仅仅是卖给你了，而且就是把店都盘下来了。然后宁哥，你这是海尔兄弟，海尔兄弟那不是一个动画片吗？我光个大膀子往后去拍海尔兄弟，然后给小朋友看，那也很奇怪吧？如果有个剧本是这样的，海尔兄弟之什么龙城谜案这种的，就是比如说就是以前是海尔兄弟告诉你打雷要下雨雷欧，下雨要打伞雷欧，天热扇扇子雷 A O A O， 基本上他给你讲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就是海尔兄弟成人版，就是讲什么呢？讲述一个就是俩人就是穿小裤衩光膀子给你破案，在海里破案吗？就是海尔兄弟之加勒比海盗。